索尼、佳能、尼康、富士等等品牌都带着旗舰设备来到了展会，在这儿不但能随意的体验各种昂贵的专业设备，各品牌还进行了精心的布景，安排了各种风格的人物模特，让你能充分感受各家设备的拍摄效果。作为数码爱好者，怎么能错过摄影器材展？今天来到北京展览馆去看看有哪些好玩的更新。对，今天来这儿主要2个目的，一是看看这些摄影器材的重磅更新，第二个就是针对我自己的需求，日常的这个 vlog 的拍摄，还有我这个创意视频，看哪些机型更合适。首先来到富士展台，先来看这个发售前就80多万人抢，到现在还要加价买的富士 X160代，拿起来还是挺轻巧的，屏幕可以90度内各角度翻转。这儿有个小提示，你来参加摄影器材展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带上一张自己的 SD 卡。这里几乎所有的展商都很乐意让你可以把自己的卡片插到他们的体验机里，拍摄一些照片、视频，这些素材到你卡里，你也就可以自己带回家细细品味了。那就先来感受一下 X160代直出的照片，色彩很柔和，清晰度也是真的高。这儿看看里边这么多人在干什么。这布置了一个专业的模特拍摄场景，接下来体验 GFX 120代，搭配55毫米 f1.7 的镜头来拍摄。模特小姐姐也是超级敬业，一直在摆各种动态，直出画面，这细节放大到毛孔都超清晰。肉格是1张要200兆左右，相机出图的宽容度非常高，后期发挥空间超大。这是富士的一颗移轴镜头，它主要是拍建筑，比如说这个，我给它拧松之后它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拍建筑，我是想要横平竖直嘛，但是事实可能说我机会就是这样子。我如果要拍全的话，正常镜头就只能斜着，但它就会有一个那个透视的问题，有畸变。那如果有移轴镜头的话，我就可以给它移上去，这样子它就是平的，它就不会产生畸变的问题。那我如果拍摄的地方我是要拍全这个建筑，我不是在正下方，我是在斜着的一点点的，那我怎么调它？我可以这样子斜个45度，就可以给它斜着斜方向转上去，又是平的，它就可以360度的转。它主要的核心应用领域还是专业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建筑摄影，包括其实一些拍产品也会用得上，因为它改变它的焦平面，比如说我一个项链，我戴在这里的话，它全部都是实的，它也可以通过改变它的一个焦平面，让它整个都是实的。第一次使用移轴镜头来拍摄，出图还是挺奇妙的，因为透视不同，就会拍出这种小人国的感觉。尼康的现场不知道是不是目前活动还没有开始，感觉整体比较硬核的展出了各种设备，自带的防抖。旁边直接开始摄影课，中间有个静物场景，但没有人物模特。相比之下，旁边的索尼可是太会了，2个舞台轮番上场不同穿搭风格的小姐姐来表演，旁边架好了各个机位，搭载不同焦段的镜头，可以直接体验拍摄。人像3要素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当然你说我就不喜欢拍人，我就要拍鸟，上面的机械鸟也给你安排了。因为我日常自媒体内容分享视频为主，所以专门看了一下 ZV-E12代，先看了一下拍照的效果。这是直出照片，开始录制视频，机身自带的防抖会把画面裁切一大截，拍摄画面很好看，但是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裁切会有一点不习惯。现场也有点可惜是没能看到 ZV-E1， 这是近期一直考虑入手的机型，因为活动现场带来的都是以拍照为主的机型。ZV-E1 这种技能点都点在视频上的，那就只能后续再去线下店看看了。索尼现场还提供了免费的清理服务。适马这现场感觉是最有艺术氛围的，中间的模特都是在品茶的场景，以及一些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一下超长焦镜头拍摄，距离模特大概有20来米的距离，太夸张了。毛孔、额头的头发，旁边放的就是适马 BF， 上手感觉真的很像个艺术品，极简的设计。整个相机只有一个 Type-C 口，没有取景器，就直接屏幕上取景，你也不需要插卡，里边直接安排上了一块固态硬盘。按键就这几个，所以它的操作逻辑和其他相机也完全不同。这个机身它是一整块铝来切割出来，然后把处理器啊、CMOS 填到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正面包括背面的外观，其实它没有一颗螺丝钉。现在配套卖的镜头也是整铝切割的镜头，日常在拍摄过程中转动波轮，调整这些参数，半快门正常眼控啊，人脸识别对焦拍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想换位置的话，直接点一下。或者你想精确对焦的时候点一下触控对焦，所以它的操作逻辑和其他相机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感觉有点像我不嫌我的相机被敌人捡起来直接使用。在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它的使用方法之后，适应一下，感觉还是挺好操作的。使用这几个物理按键，应该能做到像之前按键手机那种盲打一样的操作。我觉得这相机就很适合周末去798或者狼园 Station 这样的艺术园区去拍拍画展，坐在咖啡馆里拍拍日常，就非常出图。日常的这个随身的穿搭的小物件都很合适，我感觉。佳能展台很有生活情调，入口就是调酒师一套丝滑连招，直接体验一把电影机。
这大滑轨得专门配一个工作人员推着我来拍摄。现场还有很特别的相机，那就是影视这个全景相机了。前后2个镜头非常小轻便，直接举到5米来拍摄，也不会有太多负担，能平替无人机低空拍摄的影像，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在北京想飞个无人机拍摄，那真是太难了。你就比如去逛故宫，想在低空去拍摄一些古建筑的风貌，那再低无人机也起飞不了，而它就可以完成。4K 120帧，直接拍摄出的是一个球形的全景画面，所以你不需要去构图或者抓拍哪里，你只需要一直开着相机，回到电脑上，再慢慢去调整你想要的视角就 OK 了。在相机配件方面，环境光不足或者想调整色调，那补光灯就非常重要了。智云的新品便携灯，100 RGB 是100瓦的双色温加100瓦的 RGB。操作调节的话，按动的话是快速调节，然后滑动的话是精准调节，然后它也支持手机蓝牙的一个调节操作来的。它的电池是可以拆的，我们提供是3种的供电方案，一个是电池手柄，然后这个是目前行业上很少见，我们高压高电流的接口，它就不需要接那种很大电池量棒，我们只要一个就 OK。是带有到我们 Type-C 和 DC 的接口，它支持 PD 3.1的快充，所以你在户外没电可以换电池，可以接充电宝，然后也可以接这个适配器，会比较的方便。全新的配件余光自亮镜是可以给这个灯光去进行3到5倍的提亮。它这虽然说100瓦，但是打出来的实际上跟300瓦的一个效果是差不多的。包括我们新出的一个聚光筒可以调焦，然后还有拨片，模拟一些窗户的一些对窗户去打一些古风啊，再配合 RGB 啊，然后包括那4D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100瓦的照质打出来的话。看完补光，再来看看消光。这个可调镜片能很好的控制进入镜头的光。前面这里呢是有一个可调 ND， 还有一个平正镜。那前面呢还是可以磁吸滤镜的。那比如说你现在要加个黑油啊、白油之类都可以磁吸，捏住了，你放进镜头之后中拍它就卡住了。那上面是有3把锁的，然后稍微旋转1.5圈左右，有个紧的感觉就可以把它锁住。固定。你拍这个日出日落的时候嘛，太阳是这样下山或者这样上来的嘛，直线嘛。你们构图的时候你要压天空那个光底，有时候天空太亮，地面太暗的话，你就需要去调节它。这里边有一桌子的兔笼，手机、相机都可以用，它就是方便扩展更多的配件，是吗？是的，是的。这里是个蓝牙快门，然后这里是调节角度的，你按一下，哎，对，这边就是可以快拆，2只手捏这里，然后你放在这里做提手。就是扩展一个拍摄的补光灯，方便拿着来运镜。我运个镜。东马的这个麦克风最近宣传力度很大，现场感受了一下，先体验了一下 Lark M2，非常小巧。它这个指示灯在内侧，这样如果你在暗的环境拍，然后如果有一些这个指示灯的话，这儿会亮一块，这样的话会避免这个亮光去干扰。现在是关闭降噪正常的一个环境音，我现在是开启降噪的一个状态。还尝试了一下 Lark Max 2，它搭配了一个开放式的监听耳机，这样就能很方便的让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实时了解声音录制的状态。现在是关闭降噪之后，这个环境音也是可以对比一下。现在是开启降噪的状态，最远支持150米距离的一个无线传输，大厅中心走来走去，然后我的声音是否清晰呢？远近距离都不用担心它的声音变化。猛犸在现场还展示了 4K 的无线监看屏幕以及直播的设备和方案。最后，无论你是拍照还是拍视频，越来越高的画质也让你的电脑储存空间爆炸。这时候就可以看看 NAS 了。我们可以建很多个账号，包括说可以远程去访问。那它的功能，比如说同步啊、备份啊、一些影音这种大家喜欢这种4K 电影，可以下载里面永久保存。那像我那个做自媒体，我那个几台电脑同时剪辑的话，我能在局域网里边放一个这个？可以啊。您如果说有速度的要求，可以用那个8盘的，它就有2个雷电口，可以直连，处理速度会很快。像这种4盘的或者是更小盘的，更适用于我们说家庭呀，去存照片、存这个电影去用。如果有剪辑的需求，还是要这个速度快。它用的是英特尔 i7 的芯片。盘的话，我们现在单个最大支持24T，然后盘的话，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配。就我可以先空着一些槽位。可以，没问题。又是逛到了展会结束才舍得出来，这里边各种旗舰机型可以随便试。每次来到这种数码科技展都是非常大开眼界，还有各种专业的人士能直接给你答疑解惑。像这个摄影展里边还有各种好看的小姐姐，可以免费的拍人像，让你去锻炼你的人像拍摄。反正如果大家时间合适，还是非常值得来这些展逛一逛的。如果没有时间呢，就多关注我的账号，我会多分享一些好玩的展。那咱们下期见。